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创建、注册 Shopify，以及 Shopify 的一些后台功能。Shopify 它是什么？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呢一起来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需要先来注册一个 Shopify 的一个账号。很多朋友呢想做跨境电商想做一个独立站，那你首先呢可以考虑用 Shopify 来做相关链接这里呢我会把这个 Shopify 的注册链接呢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开始免费试用。OK， 接下来呢，他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他问你呢，是你有发布在线或者已经有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那我们这里我是刚开始着手准备，点击下一步。这些呢，你可以选择填，也可以选择跳过。他问你计划在哪里开展一个销售，这儿呢可以选择一个在线商店或者一个现有的网站或博客，点下一步。你销售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这里呢，现在呢，很多人呢都会选择一个代发货。这个代发货呢，直接由第三方发货还有我们的一个按需打印。那有看过郁金香之前视频的呢，相信你对按需打印也会有所了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这两个选项，点击下一步。这个时候他会问你所在地在哪里这里如果说是默认的话，他会选择美国这个地址后面的话是可以去改的。我们这儿暂时呢给我找一下我先选一下，这里我先选一个中国，可以看到这里呢默认的美国，我们就先选它，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创建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的一个账户这里呢创建，那这里注册的方式呢也有好几种，看一下有一个可以使用电子邮箱来注册可以使用一个 Apple 来注册，还有可以使用一个 Facebook 来注册还有呢可以使用一个谷歌来注册。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你就可以这里直接点一个登录。那么这里呢，我就选择用我的邮箱来登录，这里需要验证一下，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登录。那这里呢，他问你是不是需要一个2步验证如果说你需要2步验证的话，你可以直接用；如果说这里不需要，我们就点下次再提醒我。OK 呢，他现在呢就在帮我们创建我们的一个 Shopify 账户，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进展。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后台这个就是我们 Shopify 的一个后台。那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试用的它非常的简单，就有一个邮箱就可以了每个人呢一个新用户呢，他都有3天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时间。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下角这里呢，它有写你的消耗时间还剩3天，通过选择套餐在日后继续使用 Shopify， 你的试用期将于9月20日结束。那么如果说你刚刚来到这个 Shopify 的一个后台，如果说你的后台页面显示的是一个英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设置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上角，我们点一下这个商店，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我们去管理账户，这里又需要验证一下。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我们那个个人的一个页面这里需要来鼠标往下拉你的姓名、电子邮件你的电话号码、你的邮箱，我们可以看到首选语言，这里有个登录商店，这里有个首选语言。首选语言呢，就是说你登录 Shopify 的后台看到的语言，它跟我们的在线商店显示的语言呢是不一样的，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只是仅仅我们的后台它会显示这个语言。那你可以选择你看起来最容易懂的一个语言我这就选了一个简体中文。 OK， 选好之后呢，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那么正常你不改它的情况下它的默认的一个语言就是英文。那么你这里更改保存好之后呢，你来到后台这里来点左上角这个刷新键，刷新一下，那就可以看了语言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中文，看起来是不是就觉得亲切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个设置，我们点一下。那很多人刚刚进来的话，你的这里呢它显示的是一个英文，那么我们鼠标呢直接到设置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语言，点一下。那这个语言呢，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你可以添加语言。正常的默认的情况下，它的语言呢是一个英文因为我刚才更改成中文，所以现在这里它也变成了一个中文。那么这个语言的话，就是你店铺的一个语言。
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店铺的语言呢改成中文，也可以呢，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些卖的是跟华人有关的一些产品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中文。那又比如说你是在海外你在加拿大，你在俄罗斯或者说你在法国你主要是针对一个哪些人群哪个国家的产品，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来把这个语言呢可以看一下可以给它改成哪里的一个语言。那如果说你现在做的是一个跨境一个独立站，那你针对的是一个欧美市场，你这个语言肯定要设置成一个英文。那又或者说呢，你是做一些小语种的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国家呢去这个后台来设置这个语言。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我是先把它给设置成了一个中文，我们点这个右上角叉给它关掉。来到后台之后呢，大家你都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这里选择套餐，首月仅需$1。这个呢是一个套餐的部分。这里刚才我已经讲过，每个人进来有3天的免费试用。那3天试用过后你觉得还可以，你可以开启第1个月首月$1的$1的这个套餐。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个套餐。那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3个$1的一个套餐，它是前面第1个月呢是$1。那这3个套餐的话，里面最受欢迎的呢还是这个 Basic 还有这个 Shopify。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了，所以我来简单给大家讲一下。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独立的创业者你是一个人你没有团队，那么你可以选择第1个如果说你有一个小团队，你可以选择第2个。那如果说你的规模比较大了，那你可以选择第3个。那还有呢，它这3个里面呢，它下面的一个收费情况呢，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这个第1个 Basic， 我们鼠标往下拉，卡费起价为它的一个在线交易是 2.9%， 当面交易是 2.6%。 第2个呢是在线交易是 2.7%， 当面交易是 2.5%。那第3个呢会更低。所以呢不同的套餐呢，它的支付上面这个价格呢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它这上面的一个发货呀、功能这些呢你都可以去做一些了解，你看一下哪一个更适合你。那首月呢就是$1可以看一下，首月就是$1。那这样其实呢这个真的是 Shopify 呢是非常的人性化给你1个月的时间让你来试用虽然说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续费价格是79起步，但是呢它真的还是可以帮我们节省开支。后面呢你用熟悉之后你觉得可以，那你就可以直接升级，那么它就不再是$1了，那它可能就要恢复到它的一个原价。1个月的时间呢，相信大家呢对 Shopify 呢肯定是可以去了解。我们把这个直接关掉这个后面大家再考虑，你先试用1个月。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后台。那么我们首先从左侧栏这边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第2部分呢就是一些这儿有一些销售的一些订单之类的我们这里首先第1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页，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这个页面就是主页。那主页下面第2个部分呢就是订单。那这个订单部分的话，就简单的说呢，就是用户下了单之后呢，你在这个订单的环节呢是可以看到用户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你也可以看到要获得订单并且接受付款的。你要想看到这个获得订单并且接受付款的呢，但其实呢最后你还是需要选择套餐的。你选择了套餐呢，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去激活它，因为这个现在呢这个状态呢是一个试用的我们现在是试用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3个，就是一个产品。那么产品呢，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给你罗列了好几个部分。那它这里呢罗列了有2个部分。第1个呢可以看到是寻找销售的一个产品，第2个呢是加号导入我们的一个产品。这里呢是这个下载导入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呢是添加产品一共是3个部分。那你可以通过这些页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产品的页面呢来给你的商店添加一些产品。下面一个部分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客户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客户的信息包括他历史的一些订单，包括客户分组都会在这个部分显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下面这里有一个细分，那这个细分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客户，比如说有付款的，
还有弃单的有的客户呢最后没有购买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营销的客户呢，他呢也是在这个细分里面的。那再往下呢就是一个内容的一个模板。比如说呢，你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了，它有一个原对象，还有这个文件的一个部分。比如说你可以上传图片、视频、文档它都会在这个里面。再往下呢就是一个财务资金方面的。那它这个资金呢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个里面有比如说你这个月的销售是怎么样的，还有你这个店的一个信用额度你会看到目前呢是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是不符合 Shopify 它这个信用额度的。那这个 Shopify 呢，这个 Shopify Balance 也是有作用的，你可以创建它这个 Shopify 虚拟企业卡。这个环节其实很少有用户去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使用它是有要求的对你的这个店铺呢有要求。那你的店铺呢必须位于美国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美国的其他的地方那它是不支持的。所以呢必须保证你的这个店铺地址呢是在美国，其他不符合情况的不符合条件的，一般来说呢很少有用户去使用。在下面一个部分呢，这个分析的部分看一下。那这个分析的话就很好理解，比如说它会分析你的店铺的店铺的分析、流量的分析、销售的分析、订单的一个分析。在下面呢，这里是一个营销环节。这个营销环节呢，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店呢在线，你会创建一个什么宣传活动，比如说呢创建一些什么营销，都是在这个板块。对这个营销自动化的结果呢，那营销活动可以看到它这个也是一个板块。再往下呢就是一个折扣。折扣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去创建一个折扣码你不管是建网站也好，或者说你用这个也好，你都可以创建产品的一个降价金额。比如说原价是99现在的活动价呢是89就可以这样去设置一下。或者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是买2送1啦，或者说免邮费或者说运费折扣这些都看你店铺的一个运营的情况最下面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在线商店。那第二个呢是一个 POS。POS 这个怎么理解可能大部分的用户呢你可能也用不到这个 POS 其实主要是针对线下一些店铺零售，对线下的零售类的一些店铺，比如说美国某一个地方啦，你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你有一个实体店铺你可以结合这个 Shopify 对你线下的店铺呢来进行一个营销推广去吸引用户到你的店铺上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下面还有一个员工地点的一个设置，看员工地点硬件商店。其实这个 POS 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针对线下的一个店铺线上呢基本上没什么用。那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呢还是这个线上的，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在线商店我们点这个，还有这个Shopify 的一个在线商店。这个在线商店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打开这个 Shopify 的一个店铺，而这个 POS 主要是针对线下的一个店铺，它有线上跟线下。比如说有些用户呢主要是针对线上营销可以用，有些用户呢可能是更多的想做线下，那也不太一样。这个在线商店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模板，但这些模板的话我后期呢再给大家仔细讲。那我现在呢主要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后台的一些功能。这里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一个博客文章。博客文章这个部分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可以去创建一些博客类型的一些文章，比如说你可以去创建一些软文啦，对于你这个店铺或者对于你的产品去做一些介绍。那因为在海外博客文章呢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模块，那你可以这样认为，因为你这个博客文章你可能在你的这个网站上去介绍你，比如说你最主要是做什么类型的产品，包括也可以去介绍一些实时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博客这个环节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可能把它忽略掉了，都想着去直接花钱做广告。其实这个博客的话，大部分成熟的一个独立站呢它都会有博客文章这个环节。下面呢这个页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呢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还有关于我们啊，还有隐私政策呀，这些页面啊都是必备的一些。这里你可以看到它默认呢，这里就会自带一个联系我们。那这个页面哈可以分成很多页面，大家可以直接把内容填充进来就可以了。这个页面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在里面输入你的一些名字啊、邮箱、电话号码呀。内容下面一部分呢是网站的一些导航，网站导航这个环节其实也是可以简单的理解。比如说什么叫网站导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店铺的一个首页，这里就有一个网站的导航。这个网站导航的话，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就是一个菜单的一个环节。这儿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像上面就是它的一个导航，菜单导航，所以这里面呢都会出现一些菜单有主菜单，还有页脚菜单。什么叫主菜单什么叫页尾的菜单？这儿我也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主菜单，我们往下拖到最底下，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页尾的一个菜单。再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设置编号，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你这个店铺的一个标志和原描述在这个搜索引擎上面显示的一个方式。可能这句话很多用户听到这句话呢比较懵，什么叫原描述这儿呢我来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就是大家呢你可以这样理解，我现在呢随便在这个谷歌上面来打开一个网站，我这儿随便搜索一个，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主页的一个标题，主页的原描述。我们回到刚才这里，那这个上面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认为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标题，那下面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描述，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关键词当这个顾客呢通过某个关键词搜索到你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主标题，第二个部分呢对于你这个店铺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它是在这个环节中去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在这个原描述这里面呢适当的去添加一些关键词，这个呢在谷歌的搜索页面上呢他们呢可以通过一个搜索引擎呢去获得更好的一个排名。那这个原描述呢它是可以给我们在谷歌里面排名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用心去写。那这下面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社交分享图片，当你呢在这里社交媒体上分享你店铺的链接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帖子当中就会显示一个图片可以把这个图片添加进去你可以放入你店铺的一个 logo 或者说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识。下面看到这里还有谷歌的一个营销，那谷歌分析，再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密码保护，目前呢这里还不行。那在最下面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添加应用，我们可以点击一下，点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应用这个呢就相当于Shopify 像我们的手机一样那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功能用起来更顺畅可以功能更强大的一些 APP， 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 Shopify 里面来。比如说这个人作谱呢它是可以直接一键代发的，那除了从这里打开了，那你还可以在这个上面来进行一个搜索我们左边这一边呢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完了在后面这个添加应用这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找到，你可以点这个 Shopify 应用商店点进来，那这个里面你可以在这上面搜索更多的一些应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都有。这边呢侧边栏这里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左下角的这个设置，点一下这里语言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给它改成中文了，其实大家这样一看就能一目了然都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了首先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的商店一个地址，这个商店这些一些信息的一些填写，这个商店一个详细地址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很多用户会问的非常非常多。 Shopify 的商店详细地址这个板块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呢资料部分，这里呢就是需要你填写你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里呢大家要自己去设计一下，比如说你的一个商店名称你的商店的电话，因为这些信息呢它是会被公开的
你就去设置，比如说你的商店的一个名称，那你不要去设置你个人的这个包括你商店的一些邮箱，建议大家呢都不要用自己的，包括这个下面这个账单地址都需要自己去设置。那我这里一开始选择美国，它这儿就显示的就是一个美国。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问，那这个地址我可不可以去变？那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一个地址的部分其实也涉及到你后面，比如说你能不能去使用一个 Shopify， 也涉及到你的一个收款的一个环节。所以说你想好你的这个账单地址，比如说你呢就去设置到美国，你可以去租一个美国的地址，或者说去使用你美国公司注册的这个地址这儿也不用担心已经因为这个地址这个环节它不会有什么争议。如果说你去使用一个美国地址，那就去使用真实的一个美国地址不管是注册的公司还是说你租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你不要去随便的拿个地址过来用这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你这个里面的话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你要去输入的这里你点这个可以看到这里账单地址，点这里可以看到你这里承建商名称、地址你的房间号等等。所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去输入一个法定的公司名称那还有包括公司的地址、州、邮编这些都要去设置好，因为它涉及到你后面的这个收款问题。去设置这个 Shopify Payments， 那这个 Shopify Payments 里面呢，它会有要求你要使用一个雇主的一个识别号EIN， 那它呢还会要求你呢会填写一些什么 SSN 这些，它会让你提供一些什么雇主的一些识别号或者说一些社会安全号码。那这个 SSN 没有的话，你就需要这个 EIN， 也就是说你注册了美国公司之后，你就一定要去申请。怎么注册这个美国公司呢？这个郁金香呢之前有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Shopify Payments 的设置呢是不难的，主要是就是条件你必须要使用美国的公司才可以去申请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美国公司的话是申请不了的。除此之外呢，你还需要有美国银行账户比如说像这个万里汇就可以。那下面呢是一个套餐账单用户权限。那这个客户账户这个部分呢我不太推荐大家去设置因为这些部分的话你不用去设置，就使用默认的就可以了。下面呢是一个发货配送，那么这个部分呢需要你去发货与配送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需要你去设置这个运费这个部分，包括一些什么税费关税这些。那这个大部分用户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后面再给大家说。那因为目前呢这个 Shopify 它目前对于这个税呢，哪怕你是使用的是美国的地址，那它也只是在后台提醒你你要去添加这个税，销售税你会看到它针对不同的国家它这里显示的都不同不太推荐你去设置。为什么呢？因为目前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你使用的是一个 Shopify 的独立站，对于这个税的问题呢，其实 Shopify 也不会去干涉你这个税，就更多的呢这个税的问题呢，还是比如说就是说你用的美国公司主要还是后期要去申报这个部分。你前期你这个税的话可以先不要去设置。那么下面呢是一个应用和销售渠道，再往下呢是一个域名。域名这个部分呢后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域名其实就是你的一个网址。如果说你有现有的域名，你可以直接连接没有的话可以购买。域名的话也不贵的。那再往下就是一个客户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个客户的活动。那这个客户的活动呢，需要你自己去添加一些代码。就比如说你想去做一些营销，那你肯定需要去添加一些像素代码，要不然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广告到底投放的怎么样。那你可以通过这些代码呢来完成这个追踪品牌的这个环节。那么再往下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通知。通知的话，就比如说你有一个订单确认订单、编辑以及订单的一些发票，或者说你的商店商品呢向客户发送一些电子邮箱可以提醒他这边没有。那下面呢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数据，这个也可以先使用默认的。下面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设置，再往下就是一个客户隐私政策，比如说什么退换货政策呀、隐私政策服务政策呀、物流政策呀这些等等就是一些政策。那不管你是独立站网站它都会有这些政策在里面的。
那这些政策啊，可以看到啊，这种信息什么的，这样啊，可以直接点进来，你把你的这些相关的政策直接输入进去，保存发布就可以了。OK， 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插关掉。那这个 Shopify 的后台呢，这里呢就给大家讲解的差不多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说你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了，那么你还可以观看郁金香以前的一些视频。